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录一幅这个50斗方的一个虫草系列的还是50乘50的这个斗方的这个卡纸。那么用什么颜色？我们先画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草啊，红色这个草类的植物类的。那盘子里有这个大红色。盘子有大红色，那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赭石，加一点赭石进来哈，加一点赭石，就是利用盘子剩下的这个大红色啊，这个大红色，然后笔尖调一点赭石进来，就是不要让它太红了，意思就是不要让它太红。好，笔尖调点赭石，从这里开始画。我们画一些这种红色的这种叶子，我们之前有画过。那这一幅的话，可能会搭配一些其他的那个叶子。这个叶子的话，好，可以2笔来组成，因为1笔你可能画不了那么宽。如果说你1笔可以画那么宽，那你1笔也可以啊。可以2笔来组成这个叶子。啊，这个叶子我们画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叶柄出来。那笔尖再蘸一点点赭石，那这里3片啊，那再来。我们这里画一些这种侧面的，让它侧起来，来一个侧面的，旁边我们再来一个侧面的，让它重叠，让它这个显得层次多，有重叠，然后有多少，还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叶片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还是一样的，让它是一个侧面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再来一个这种交叉的，要有这种交叉，还有这种层次的这种关系，我们在画画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些关系啊。你看，我们要有这种叶子，要有这种大的，又有侧面的，还有重叠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这里有2笔来组成这种比较宽一点的。好，笔尖再蘸点颜色。好，这种反转过去的这种感觉，只看得到一半。那这里还可以来一些这种侧面的。让它有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啊，各种姿态我们都要有。然后到时候这些后面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更淡一点的层次。那我们现在先不加，我们先，然后在后面再来一组，还是一样的颜色，颜色还是这个大红加上这个赭石。好，我们这里一组到这里来，那我们再要一组这一颗比较短一点的，那我们要来一颗比较长一点的出来，来一颗比较长一点的，让它从这里长出来，从它的这个后面穿插过去啊。哎，我还发现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一排叶子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平了，有一点点平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当我们发现有点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后面穿插一个叶子过来啊，就是打破它这个平。好，继续调一点颜色。
几条颜色，然后后面再来一颗，后面的这一颗啊。好，还是叶子还是调一样的颜色，但是我们这个叶子后面这一组我们可以再深一点，也可以再浅一点或者深一点都可以。那么就把它再深一点。那么这一组后面这一组我们把颜色调多一点点，调饱满一点点，让它有这种颜色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。那叶子的话，它长的时候不一定说浅的就是在后面，深的就是在前面。那有的时候它颜色，它植物的颜色它就是有长得深一些，有长得浅一些的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组看一下从哪里加叶子。然后这里加一组，这个叶片可以大一点啊，这个叶子就很深，颜色就很深。好。让它从后面穿过来，从后面穿插过来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这里叶子，你看这种层次，要表达它这种层次感。然后表达这个叶子它是从后面，在后面的这种层次感啊。好，这个叶子是在后面的，这里穿插一点过来。那它的叶子也是一样的，要有深有浅。好，也有一些侧面的，用笔要干脆一点，最好是一笔下去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些层次啊，这些里面这些缝隙里面，我们再来一些叶片的一些层次感。这让它的叶子显得丰富一些，有一些小的啊，有一些小的叶片。让这个密的地方很密。好，我们再来勾一下叶茎吧。这个叶子勾了叶茎之后，它才会显得有这个叶子的精神，否则会看起来像一片一片的啊。那我们就用这个墨，用这个黑色，用这个黑色的这个墨来勾它的叶茎。不要太浓了，稍微的淡一点点啊，不要太跳了，在这个画面上，或者是用这个胭脂来勾也可以啊，用胭脂勾也可以。那用墨加一点胭脂勾也是可以的。
我们后面这一组叶子一个颜色比较深，一个胭脂不明显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墨。那我们这一组的话，不仅是画一些这种植物，那待会儿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，加上一些颜色鲜艳一些的这个。好，里面会有一些这种，像这个植物里面会有一些这种，它的这个叶柄和这个叶子中间这里会有一些这种果实，那我们就用这个黑色，直接用这个黑色来点就可以了。在这个叶柄和这个枝干连接的这个地方点上一些黑点。那刚好这个画面也是需要一些这种黑色的，需要这种点。那刚好这个植物，所以说这些植物画的这些植物都是入画的，它就是长得就是很入画，有这些特征。点了一些点之后，它显得更加有精神。那么我们不只说这一些哈，我们等它干了之后，可能还要加一些这种线进去。一个画面是要有点面线，它才会更加成立。加一些线，我们一些草，其实你画几根草，它就是在这个画面上就是它就会起到一个线的这种作用。那这一组植物的话，它有一个什么关系？有一个前后的关系，颜色上有一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还有这种点，疏密关系。这一组你看这里让它密不透风，那跳出来这些比较稀，这里就很密，让它有疏密关系。然后叶子有这种大小关系，颜色有这种深浅变化，就是在找这种对比，深的和浅的是一种对比，疏的和密的是这种对比。所以说我们在画画都是在画这个对比关系。那么这两组都是鲜艳红色的这种草的这种植物。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片空白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小菊花，画一些小菊花。菊花它也是属于这种草类的，画菊花。那么我们红色的，我们再画红色或者是黄色，这种红它也偏黄是吧？也偏黄。那么我们可以搭配一个蓝色。来画一个蓝色的一个菊花，我们用这个头青，这个蓝色挺鲜艳的。头青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藤黄进来，头青藤黄。然后我们的花心中间用这个鹅黄，花心的中间我们用鹅黄。那我们画这个小菊花，这个小菊花的话，它的花心很大，菊花并不是说很大，花心很大。我们可以先画它的花心，先画花心就是定这几个菊花在哪里啊？我们可以这个菊花伸出来一点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里一个花心，可以画大一点哈。这个花心，一个花心，两个花心就是2朵花。2朵在一起挨近一点，这第3朵我们就远一点点，让它又有这个多少和疏密关系。这2朵挨着这一朵分开。那么这里是3个，又是一组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再来找一组，让它又形成一个对比。那这一组的话，我们画1个或者是2个，让它跟这一组又形成一个多少的对比。好，那么这里画2个，画2个。
画两个，那这里又他们三个在一起有对比，那这两组在一起它又有对比。好，这个是菊花，这个菊花我们先画几个花心，然后我们再去画它的这个画花。我们用这个刚刚用的这个三青啊，三青我们笔上刚刚有一点点这个鹅黄，有一点鹅黄，不要紧，这个鹅黄就在笔上，不需要把它洗掉，就是有一点点鹅黄，你再加一点点这个藤黄进去也可以，让它变得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绿蓝色，稍微有一点点绿蓝色。那调好之后你就这样去点哈，一笔两笔，就是没有多少笔啊，直接像这个小菊花它也像太阳一样的，你这样子点的时候也要有这种长短的这种变化，不要太齐了，尽量不要太齐了，尽量是要有一些变化的啊。来镜头拉近一点，看清楚一点。来，各种长短不一样，各种长短不一样。好，这个是一颗小菊花。就用这个蓝色，有窄的，有长一点的，有短一点的，反正要点出稍微有一点点变化，就不要太整，就不要太整齐就可以了。那这边可能有一些更短，它有一点侧面的这种感觉，要体现。有的时候要体现一下它的这个侧面这种感觉啊。好，这个能体现它有一点点侧着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三朵在一起，那旁边可以画一些这种小花苞什么的，就点一下就可以了啊，点一下这种小花苞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两朵我们可以把笔稍微的洗一下。可以让这个颜色，为什么稍微的洗一下？可以让它的颜色跟这三朵的花稍微有一丁点这个区别，就稍微的浅一点点啊，稍微的浅一点点。其实也浅不了多少，也差不了多少啊。有长有短，有长有短，有变化。好，这个是几朵这个小菊花，小野菊花。那这里再画一个侧面的，小小的花苞似的，小小的花苞。那么这个花心我们不能说就这样子啊，我们花心里面点一点这个胭脂色，用这个胭脂这个颜色非常好用，经常会用到。就是这个花心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坨坨就行了，那里面它还有这个，也要不能让它是一个平面啊，来点胭脂。好，你可以点这样子一排排的点过去也没有关系啊，一排排的点过去。
好，这个小菊花就这样子可以了。那我们既然有小菊花，那就有小叶子。那我们画一些叶子，叶子我们还是用画花的颜色，直接用画花的颜色，它可以变成画叶子的颜色。怎么变？就直接把刚刚这个蓝色再多加一点藤黄进去。刚刚这个三青它是属于蓝色，把蓝色里面加一点点这种，把这个黄色搅进去，它就变成了绿色。那我们画成绿色的叶子，然后画的时候我们笔尖再蘸一点点墨，画的时候笔尖蘸一点点墨，笔尖蘸一点点墨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叶子。像这个花下面，我们来一组叶子啊。好，写意的意到就行。好，这下面也是会有一些叶子。画一下它的枝干。好，也是加上一些叶子。好，这个写意的，我们不需要说把这个叶子画得太清楚啊。画这些虫草系列的，我们需要把它画的大写意一点点，不要画太精致、太精细的话，它就没有这种意的这种味道。好，后面加上一些淡的层次，有浓有淡。好，加上一些淡淡的，就是你加一点水，就是刚刚画完叶子的这种笔，加点水，你在这里点一些这种水点进来，就可以了。然后像这个叶子也可以勾一下叶筋，不勾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勾一下也可以的，当然不要勾太明显了，就一片叶子可能勾个1、2笔啊，2、3笔，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组小花和一组这种红色的草搭配起来，其实这个画面还不是说很丰富，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些东西啊。可以再画一些草之类的，再来一些草。那再来这个草的话，我们可以让它有深色一点点，直接从这些地方，有该参差的参差一些啊。那从后面的前面的这一组这个红色叶子，那缠到后面这里来。
然后穿插一些叶子，穿插一些草。画这个草的时候，你要像画这个兰花一样啊。好，这些有一些草，它有这种杆之类，像这种梗一样的啊，这种野草。好，有一些深的，我们再来一些浅的。浅的可以笔上稍微蘸一丁点这个赭石，好，蘸一点点赭石，这个草可以走出来一点点。那后面有些淡的层次，这个草也是一样，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。穿插了一些草进来，那让这个底下更丰富，让这个画面更丰富。那你后面还可以有一些草啊，很淡的层次呀，是吧？还可以再画一些层次啊，还可以再露出一点点这种草。现在让它这个后面感觉有很多草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地方画太平均了。像我们这里破边呢，这一块这里破边呢，你不能这里全部破了，让它太平均了，这里就不好看。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注意一下，整体效果。那你看我们这一堆让它很多，显得很多草，那很多草这里破边了，我们这里留空，那这里又有一些啊，这种空间感要注意，这些空间感要有这种疏密关系，它不要太平均了，太平均了，到时候你这个画面它就不好看了。那基本上像这个小品画这么多的话，它基本上也可以了。又有这种线条，又有这种大片的叶子，还有这种小花的，还有这种点线面都有了。这个叶子我们可以视它为面，那这个花心的这种点啊，还有这种树的这个也不是树啊，草的这些结的这种果实的这种点呢，还有这种都是点，还有这种枝干，还有这种草啊，它都是这个画面上的线。所以说它虽然说是简单的这个植物，但是它该有的也是都有了。这个既然说是虫草系列，有草，那还要有虫是吧？那我们来画一只小虫，看一下画在哪个位置。这里比较空，这里重量比较少，那这边重量已经很多了哈，很丰富了。这边少，那我们画一个洞的在这里，在这里画一只虫。那我们用这个勾线笔来先把这个虫的这个大概的形状把它先画出来。可以选择用这种商钩的方式，也可以直接画更大写意一点点。那虽然说我们这个草啊，虽然说是它是有一点点大写意，但是还是偏大写意和中写意和这个小写意中间的，它不属于说特别大写意，它也不属于这种小写意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虫子画的用商钩的方法去画它。那我们先用商钩的方法，我们就先去勾这个虫的这个形状。这个虫也是有点像那个什么虫，画出来大家应该见过啊。来，我们先画着它头的这一块，来两个眼睛。头往下有一点点尖啊，
那肯定是不可能说这个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啊，大概的一个形状。就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写意的。好，蘸一点点墨，画出它的一个身子。好，下面大概的这个身子，它的腿，有刺啊，这个腿上是有刺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勾线笔画才行。这个腿的话，你可以3条线，可以2条线啊。那这个结我们可以深一点点，停顿一下，画的时候用笔停顿一下，然后再走。好，再走出来。腿上还是有这种刺。那前面还有2条，停顿一下，停顿一下，让它有一个结。停顿一下，干脆停顿一下之后，你要干脆一点点。前面的，好，这里还有一条，露出一点点啊。它的胡须，胡须你可以长一点啊，刚刚要一笔拉下来啊，拉长一点点，画下它的这个翅膀上的纹路。大概的一个形状勾出来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说画的太清楚。那我们再加上颜色，稍微的把它染一点点颜色啊。看一下用什么颜色，用这种盘子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，用这个绿色，绿色加一点点，这个盘子还有一点赭石，加点赭石。来，绿色加一点赭石。赭绿色，稍微到后面越来越浅啊，到后面越来越浅，这里画超了一点点啊，画超了一点点，稍微超了一点点，我们用太白盖一下。找一下这个太白，稍微的盖一下啊，就一个虫的姿态，一个超了。如果画这个叶子啊，画这个植物超了一点没关系，但一个虫子的话，它超了的话，它就整个它的形态就改变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用这个太白把它遮一下，稍微的把它遮一下。
好，这上面也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颜色，染成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。腿上这些，好，这个黑色的线条不够，我们再加一下啊。纹路，好，大概的一个虫的形状就行了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大概，如果说我们如果再画写意一点，直接用绿色的一笔过去，一笔一条一个这个翅膀就完了。大概有一个虫子在这里，但这个虫子的话，这个姿态不是说特别好，但有可能你们画的时候，你们再多去观察，就是可能在这个某度上去搜一下这个虫子，然后把这个虫子的姿态扎整一点，它会更好看一些。像这幅画的话，在这个地方提上字，在这个地方提上字，提1排、2排、3排、4排都可以，提上一些字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幅作品，这幅虫草就这样子完成。大家也可以一起动起笔画起来，练一下大家的笔墨功夫哈。